一天傍晚，两个侍从的口诀将大汉吵醒了。大汉随即命令手下把这两个人处死，但一想今天是周末，大汉为了心中的信仰，决定把死刑推迟到明天，并让两个侍从继续把守门口。到了晚上，侍从觉得反正明天要死，不如把大汉杀了陪葬。于是一个伟大的汉死在了侍从的刀下，他的王朝也一天不如一天，就和三国中的张飞一样，被小兵杀了。这就是我们这期的主角，6岁被阉割，37岁称帝，伊朗凯家王朝缔造者和统治者，波斯新王，波斯阉人张飞，童真之王中王阿伽穆罕默德汗。在中国古代，权臣太监有很多，比如刘瑾、魏忠贤、赵高这些，但他们到死也还是太监。在历史中，也就只有这一个不完整的男人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。公元1742年伊历1150年，在波斯传统新年到来前的7天，一个非凡的孩子出生在了波斯北部的阿斯塔拉巴城。当时他的身份是城中一位先知后裔的孩子，不过这只是掩护他的身份，实际上他是当地突厥卡加尔部的王子。卡加尔部是当地最大的突厥部族，他的祖先也是荣光至极，当初是跟随着蒙古大军来到波斯的，凭借着赫赫战功在这片土地上站稳了脚跟。不过在20年前，他的祖父在和波斯王的对决中被人偷袭刺杀，他们世代居住的阿斯塔拉巴城陷落，他的父亲远走土克曼斯坦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杀回来，但他只顾着自己的性命，把家人留在了城里。阿伽小的时候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，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教法者，如果一直和平的话，他还是可以成功的。但是他6岁的时候，波斯王被他的侄子暗杀而亡，阿夫沙尔王朝衰落，群雄并起，逐鹿中原。他的父亲也趁这个时候攻打阿斯塔拉巴城。就在破城的时候，刺杀波斯王的萨迪勒沙又是一起偷袭，阿伽的父亲哈桑被打败了，他又一次选择退入大漠，改日再战。不过阿伽的命就没那么好了，在城中进行大搜捕行动的时候呢，阿伽的身份泄露了。萨迪勒沙本来是要直接杀掉阿伽的，不过他被阿伽清澈的眼神打动了，决定饶他一命。不过惩罚还是有的，于是6岁的阿伽就被阉割了。没人知道阿伽在残酷的宫刑后是怎么活下来的。不过当时别人再见到阿伽的时候，他的眼神已经变了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野兽，如狼一般的眼神。在过了几天奴隶的生活之后，他去到富汗哈桑的部落。虽然在身体上他失去了男人该有的，但是他的精神思想体魄却变得无比的阳刚。在后面的10年里，他一直在父亲身边学习战斗，和各个部落的酋长们周旋。当初的阿夫沙尔王朝现在只是苟延残喘，在那片土地上只剩下哈桑和另一个部落并立，仿佛又回到了他祖父的那个年代。胜利的一方将赢得一切，输掉的一方则会被砍下头颅。但这次真的是时间回溯，哈桑和他的父亲一样输了，一样因为暗杀而死。阿伽和他的弟弟被押往库尔德人的王都设拉子，开启他们的囚徒生涯。不过他的姑姑也被俘虏，成为库尔德人皇帝的妃子，深得皇帝的喜爱。他经常在皇帝面前为自己苦命的侄子说好话。他的弟弟侯赛因脾气急躁，多次计划逃走，但他姑姑和阿伽劝下，阿伽则是表现得极为忍耐，无论是皇帝的问询还是贵族的挑衅，他都泰然自若，让别人看起来他自己已经接受了这里的一切，没有什么大的想法。皇帝经过几次精心的试探之后，觉得阿伽无论是言行举止还是思想都和库尔德人一模一样，再加上阿伽姑姑的枕边风，他对阿伽十分的信任，开始让他参与王朝的一些政事。阿伽开始表现出他的才华，尤其是在市政建设方面，都城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豪华。他则被皇帝称为皮兰，在他们的语言中就是贤能的宰相。虽然阿伽在王庭表现着他的才华，但是贵族们还是没有给他好脸色看，表面上称他的皮兰，背地里称他为阿伽就是宦官，这也是阿伽名字的由来。不过皇帝对他则是越来越好，经过阿伽的努力，侯赛因被外放，还成为一省的总督。当初被他提拔的哈吉伊普拉辛也成为都城的副市长。他们开始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。来到伊历1186年，他的姑姑派人给他捎去书信，告诉他皇帝已经快不行了，让他早做打算。
阿嘉则是以打猎为名离开了都城，在郊外等待着消息。3天之后，皇帝驾崩，阿嘉选了匹耐力最好的马，往家乡的方向奔去。而都城之内，皇帝的侄子们正在忙着争夺皇位。听到阿嘉出逃的消息后，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，派大将军阿里去追杀。不过呢，阿里和阿嘉交情极深，他在出城之后转道去了伊斯法罕，在那里开创了自己的事业。回到故乡的阿嘉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，他同父异母的2个兄弟想要他的小命，不过被他忠心的管家告知，阿嘉成功躲了过去，并且完成了反杀。之后他统一了部落，开始进行他的伟大事业。统一波斯，他的第一炮瞄准了吉兰省，那里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枢纽。当初的总督是哈桑信任的人，但他却在决战时背叛了哈桑。就在他攻打吉兰的时候，蛇鼠两端的总督收拾好银粮，逃离了吉兰。阿嘉没费太大力气就把吉兰拿下了。靠着吉兰的港口，阿嘉将他的军队全副武装之后，他又攻下了亚美尼亚省，并将亚美尼亚的炮兵收为己用。当初去往伊斯法罕的大将军阿里，则是统一了另一半波斯。2王之争必有一王，阿嘉的手下劝他攻下德黑兰，打通去往伊斯法罕的道路。不过阿嘉拒绝了，他怀着感恩的心告诉手下，等到那位尊敬的瞎子离开人世后，再向那里进发。在休整的这段时间，阿嘉完善了军队编制，明确了纪律，加强了部队的武器。上天可能感觉阿嘉的前半辈子过得太惨了，决定在阿嘉的下半辈子给他点好处。阿里将军在这段时间因病离世，阿嘉和他的军队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大片的土地。在波斯大陆上，就只剩在设拉子的赞德王朝和还在苟延残喘的阿夫沙尔王朝。首先是设拉子，他的朋友哈吉伊卜拉欣已经是市长，他趁着皇帝出城征战的时候，带领城中百姓投了阿嘉。而皇帝鲁特夫虽然治国很一般，但打仗却十分的猛，他把试图拿下他头颅送给阿嘉的人全部干掉了。经过几个月，他集结人马包围了设拉子，哈吉向阿嘉求援，2个男人迎来了他们宿命中的对决。就在当天晚上，卢特夫带领他的勇士突袭了阿嘉的营帐，却没有找到阿嘉。根据俘虏的口供，阿嘉和他的军队已经跑了。卢特夫便让手下四处掠夺，其实他的行动是成功的，只是没有发现阿嘉的秘密。阿嘉因为自身的特殊情况，打仗从来不带侍女，都是和兵士睡在一起。在遇到偷袭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营帐里躲了起来，等待时机反攻。天亮之后，鲁特夫被吓了一跳，只能匆忙逃走。之后阿嘉一路南下，拿下波斯全境，之后拿下了库尔德斯坦、伊拉克、阿塞拜疆、高加索的大部分土地，和俄国和英国争雄。就在王国走向全盛之路的时候，就发生了我们开头时候那件事情，只能说命运弄人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